舰长想要听笑话吗？讲嘛。虽然我并不觉得你一个小舰娘会有什么幽默细胞。曾经有2个文明，一个有剑，另一个也有剑，但是前者却打不过后者，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青铜剑，一个合金剑。不，一个是青铜剑，另一个是尖星剑。不好笑吗？你但凡幽默一点，也不至于这么不幽默。技术部长呢？我现在代表联邦最高议会，授予你联邦最高权力，立刻全力组织母星撤离。青云收到。轩辕歼星炮充能完毕，申请开放授权。允许授权。主炮已锁定目标，目标为突破2向箔航线的诡异生物。命中目标，目标已消灭。好在西河搭载的虚灵歼星炮是远超2向箔的 T0级灭绝武器。这些诡异生物怎么会有掌握开启时空潮汐的方法？对母星的影响大吗？母星拥有最顶级的敦煌中规则护盾，这道时空潮汐并无法伤害到母星结构，但是在它的干扰下，跃迁失败的概率是99.997%，母星会错失最后的撤离机会。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当前的时空潮汐极大可能是由其中某一个更为高级的生物创造的，并且正处于缓慢成长过程中。我们的部分战舰拥有在时空潮汐中航行的能力，现在用舰队填进去就能直接堵住它。为了母星，停止跃迁，向时空潮汐冲锋。我们要填进去多少舰队，才能堵住这个乱流？舰长，目前这个乱流尚且在成长中。根据我的计算，只要7.6亿兆焦耳的能量，就能彻底炸毁这个潮汐。西河号的超高维粒子引擎熔毁的话，可以瞬间释放18.9亿兆焦耳的能量。母星，我说，生死攸关的时刻到来了，你愿意陪我吗？舰长，我愿意。西河号舰长除外，其他人员启动全员定点跃迁引擎预设。呼叫西河号，呼叫西河号，这里是环宇号。西河号是联邦舰队的精神领袖，你们不能去。西河号收到，我们的自动化最高，舰员只有600亿人，换你们一群动辄10万人起步的老旧战舰，你们玩得明白吗？西河号驱动引擎，全功率开启，目标时空潮汐中心。舰长，请撤离吧，只要开放全部权限，我就可以独自驾驶西河号。我说，我哪儿也不去，我选择了让西河号去送死，怎么能自己苟活？舰长，你说我们这样一起战死，算是美好结局还是悲伤结局啊？说它美好吧，挺悲伤的；说它悲伤吧，也挺美好的。舰长，想看烟花吗？好。呼叫联邦指挥部，这里是西河号，我已无法返航，请继续前进。望叔呼叫，望叔呼叫。青云收到。舰长，你已经昏迷了13个小时。能从时空乱流中生还，你很幸运。望叔，你还好吗？非常糟糕，超高维粒子引擎从内部爆炸，整个舰体损坏超过95%，只有恒金铸造的主龙骨勉强支撑舰体。现在西河号只能使用不到3%的功能。望叔，帮我看看最近的基地在哪里，我去联系总部。舰长，你永远联系不上联邦了。我们被时空乱流抛到了另外的时空。啥？
联邦议会长的女儿还等着我去迎娶呢。舰长，我记得人家好像就在宴会上看了你一眼吧？不是，他都看我了，他肯定是喜欢我的吧？舰长，你但凡要点脸，也说不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所以说，咱们这是在哪儿？不会穿越到二次元了吧？西河现在是在这个星球的高空轨道吗？不，舰长，如今我们所在的位置非常怪异，这是一片平坦的大陆，目前的西河就悬停在大陆上方数百万公里的高空。啊？平坦的大陆？对，在这个大陆上，重力是始终向下均匀分布的。这么离谱？那既然物理规律和基本法则不一样，为什么西河还能运作？尚且还不清楚，不过西河的各项功能和科技都不受影响。天圆地方，法则日月，太奇怪了，怎么这么像联邦神话呢？王叔，我现在能否返回战舰上？不行，目前的物理法则还没有研究透彻，这100万里的返回途中极有可能出现意外，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不过请放心，我已经投放了一艘还能凑合用的鸾鸟空天战略平台，目前已经抵达舰长坐标附近的上空。王叔，投放一辆麒麟破阵坦克到我身旁，如果能找到保存完好的单兵机甲的话，那也一并投放下来。舰长，暂时还未能找到完好的单兵机甲，只能先为您投放麒麟破阵坦克，预计10分钟后抵达地表。麒麟破阵坦克，联邦的陆战先锋，只要这个星球上没有3级以上的敌对文明，它足以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了。报告，投放舱副推进器损坏，降落点偏离，预计落点南偏西34度820米。舰长，建议您跑步前往降落地点。不对劲啊！我接受了完美人类基因药剂注射，虽然不如专职战斗类型的基因药剂提升大，但也足够超越寻常人类的巅峰体能。这里的重力竟然让我觉得这么费劲。这个大陆是有多大？灵气。玄幻妖兽。这个小妖兽不讲武德，来偷袭我一个没带武器的老同志！这好吗？这不好。联邦从未有过战舰舰长需要下场肉搏的考量，但是我身上塞满了各种黑科技，足以和这只危险度极高的陌生野兽周旋。182毫米口径电磁离子轨道炮，开火！舰长，这具银狼的身体里可能有0号元素的存在，请检查一下是否有什么独特的器官或者物体。王叔，所谓的0号元素，不会就是玄幻小说里的灵气吧？根据我调集的数据库中有关玄幻小说的内容，如果小说中的灵气确实存在，那么灵气有78%的可能与0号元素是同一物质。妖兽是吧？可别被我逮住了，要是被我逮到了，绝对没有你好果子吃哦。找到了，原来还有2位小同志躲这儿呢。舰长，鉴于你这个乡野村夫没什么见识，这次开炮就当给你开开眼界了。之后的战斗尽量留下全尸，如果妖兽结晶真的是0号元素，那么对修复西河战舰将有极大帮助。那个小旺啊，虽然留不了全尸，可是那是离子炮啊，哪个男人能拒绝一发离子炮呢？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联系了，我怕小琪误会。哼，狗男人去死！来到异世界的第1天，还是老老实实的躲在麒麟坦克的离子护盾里扒。警告：热源雷达发现数个类人形生物体，距离东南方1217米。
终于找到人了。陆承风将秘境中获得的至宝如数上交，我饶你不死。陆承风，何必挣扎呢？快点解了这纳戒的禁咒，我们必然不会杀你。南宫子云，我在秘境中舍命救你，只因为我获得传承，你现在就要杀我夺宝？大小姐，何必和他废话？杀了他，先把纳戒抢来再说。承风，莫要急躁。若是到了彻底的死局，我会出手。不过今日之事还有转机。灵气护体，周身的灵气如此炽烈，甚至看不清内部来者，至少也是金丹境后期。快联系父亲大人！晚辈陆承风，求前辈出手搭救。前辈，这是我们南宫家的家事，还请您作壁上观，莫要出手。王叔，他们说的话也是联邦语言？是的，他们的语言处于联邦语早期，更偏向于联邦古语，在发音和结构与现代略有不同。这么说，想要和他们交流，还需要好好字斟句酌一下。已经整理好了，照着念即可。再次纷争，所谓何事？在下南宫家嫡长女南宫子云，正奉家主之命，追杀反叛家族的逆贼，还望前辈不要袒护一切杂役。前辈，晚辈纳戒中有传承至宝，他们想要杀人夺宝。这两拨人，一边说要追杀叛徒，一边说被觊觎保护。既然如此，我不打扰，我走了哈。没想到陆承风这小子，竟敢直接抖出自己的传承至宝。如果放任这名金丹离开，恐怕明日南宫家有传承重宝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青州南部。前辈，你不能走。前辈小心，他们在拖延时间。南宫家家主南宫萧已经在路上了，他是金丹巅峰。王叔，金丹境是什么战斗力？不同的玄幻小说中，金丹境有着不同的战力标准，但总体来说是很棘手的存在。麒麟主炮理论上可以威胁到金丹，但是金丹修士的机动性极强，和金丹作战可能会陷入不利局面。既然敢对我出手，那么生死有命，别怪我下手无情。21.4口径的机炮发射，普通步兵中挨上一发，怕是要被拦腰斩断。修仙世界的人类肉身强度果然非同凡响。这是什么法器？威力竟然如此强大！大小姐撑住，家主大人马上就到了。穿甲爆燃弹，一发装填。这就是金丹修士的力量吗？当真是恐怖如斯。看来韩老所说果然不错，不入金丹，终究只是一介凡夫俗子。敢伤我的女儿，欺负我南宫家无人吗？舰长，经过评估，这个世界的金丹战力在各类玄幻小说中属于中上，但来者心高气傲，对坦克没有了解，可能不会主动发挥机动性的优势，这是我们的机会。在下南宫家家主南宫萧，不想与阁下结怨，阁下让我带走那名少年。今日过节，我可以代表南宫家既往不咎。王叔，你怎么看？舰长，根据语气分析，既往不咎这句话有84.2%的可能性是谎言。青云不再犹豫，将主炮对准南宫萧。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我拆了你的法宝！护盾 T6区中度失能，能量补充中。还不够，我倒要看看是主战坦克正面装甲硬，还是你的护体灵气硬。昭和爆人穿甲弹，一发装填。不好！
近距离硬抗一发刀核爆燃穿甲弹，还能继续飞天遁地。这伙计飞了5000多米就收起了灵气波动，躲进山林下面疗伤了。对于其他的修士来说，收敛全部的灵气波动确实有用，但我压的有雷达呀。麒麟主炮全功率充能，离子融入弹，预备清空一个弹药基数。敢毁我根基，我必让你不得好死！一狙秒了，有什么好说的？舰长，你管麒麟坦克的182毫米主炮叫狙？单放，超远距离，威力大，不是狙是什么？你一定又狙了人家老实人了。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刚刚亲眼见你骗到金丹修士，躲到远处吊着打。打战术不能算骗，这叫战术。军人的事能算骗吗？这就是炮，不是狙。哼，舰长你好卑鄙呀！一枪秒了，你懂不懂？他能开镜。让我看看你的传承至宝，法语正不正常？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我叫青云，久在山中历练，当不上什么前辈，不过虚长你几岁。你称我一声云哥便好。那小弟恭敬不如从命。云哥喜欢杀人夺宝，应当是易如反掌。难道云哥对传承至宝都不感兴趣吗？我辈修仙之人，向来讲究问心无愧。既然得到传承的不是我，那么说明我与他无缘，自然不能做出有违道心之事。云哥真是高风亮节啊！这番大恩，陆某无以为报。找他要零食？哦，不，还是可以报的。最近囊中羞涩，陆老弟不如接济一些零食啊。想要零食？这戒指中的功法，晚辈早已融入脑海，但剩下的数千上品零食，晚辈全部赠与云哥，全当一份心意。这么贵重，使不得。这使不得，怎么还使劲往怀里拽呢？不知这南宫家是否还有金丹强者？倒是只有南宫萧一人，不过他之前败退，极有可能卷土重来，咱们还是早日离开较好。南宫家此番的刁难，陆某铭记在心，以后定会亲自找回场子。说来惭愧，他遁走时已经被我隔着一点点距离击杀了。我现在对他的金丹有点兴趣。王叔啊，接下来听我部署，先这样再那样。好的，舰长，已将您的部署纳入后续计划，正在进入投放程序，预计5分钟后抵达。云哥，这是你的法宝吗？虽然外观独特，但也有种卓而不凡的美感。这个叫坦克，你很喜欢？喜欢。如果说给你3万灵石和1辆坦克，你会选哪一个？那当然是坦克。那给你一个道侣和1辆坦克，你会选什么？小伙子，你还是不够坚定。别乱摸，等我的新装备部署完成，这辆坦克送你如何？真的？可以匹敌金丹的法宝，随手送人？云哥莫不是在开玩笑？真的，陆乘风这种满心赤诚的主角人选，当然是投资的绝佳对象。云哥，我跟你讲，我的功法御简，有个老头自称是什么渡劫强者，说我有大帝之资，将来我成了大帝，一定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南宫子云那个贱人，我在秘境中舍命救他，出来之后却追杀我，真是岂有此理。望叔快速操作虚拟面板，青云套出来的情报都被望叔细心地记录了下来。比如说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总共10个境界，金丹境的修士就已经可以对抗坦克，
这让望舒萌生了一丝担忧。此刻的青云也已经醉倒，光屏上弹出青云的身体检测报告，多项数据显示灵气无法感知，能量亲和度为0。望舒望着月光下睡得正香的青云，轻声长叹：“唉。”还是决定将他电醒。望舒，你祖上是不是姓杨？舰长，鉴于你还无法使用灵气，我将这个纳戒进行了改装。现在你可以通过基因识别开启纳戒。能够这么快完成戒指改造，看来西河至少抢修完了一个基础工厂单位。舰长猜得不错，经过纳米机群1夜的抢修，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功能健全的研究舱和一个基本能用的基础工厂单位。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总觉得来到修仙世界以后，望舒变得人性化了许多。这么神奇，虽然联邦也有大量折叠空间存放物品的技术，但是在设备微型化方面，并没有体积如此之小的设备。青云一边感叹着小小戒指的技术，一边翻看着望舒送来的宝贝，并逐一提取问题。破军机甲1架，备用核心3个，光剑1柄，机甲弹药若干，超级士兵基因药剂1份，战斗各类资源若干，单兵战术核弹1颗。辛苦了，望舒。舰长，有一件事情我需要通知你，目前已经确认，灵气就是元宇宙的0号元素。我现在将要动用剩余的所有能源，利用陆承风的那几千枚上品灵石制造灵气反应堆，让西河的部分设备恢复功能。全部能源？那要是在你能源耗尽之前没有制造成功呢？你的决策一向紧密，怎么突然间如此冒险？这个世界的法则日月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热核聚变能量，而是和灵气同出一源，是一种高维易散的概念能量。西河的能量收集手段无法利用，而西河的主能源来源中子星在这个世界也完全绝迹，剩下的能源只能支持不到半个月的运转。如今只有尽快进行灵气反应堆的研究和制造，毕竟灵气是这个世界最为唾手可得的能源。那这一别，不知我们何时才会再见？舰长，我已经确定了7种成功率极高的方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3天之内就能完成。说完这一句，青云的耳机内安静了下来，不再有望舒的声音。坦克内光线昏暗，只有操控面板的微光映照在青云脸上。青云看着手中的基因药剂，显得格外落寞。云哥这是在突破，可是仅仅是筑基期的突破，怎么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云哥，恭喜你突破筑基！我突破了。联邦严禁永生人类的出现，过长的寿命也不被允许。原来力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境。不曾想受到灵气侵染的基因药剂，竟然在误打误撞之间，让我突破到了筑基境界。陆老弟，你是筑基境吗？筑基后期，怎么了？来练练。下一刻，陆长风右手背在身后，左臂一掌，青云下意识抬手格挡，只觉小臂一阵剧痛。小心了！陆承风左手化成微球，灵气在掌心凝聚成漩涡，气对无法凌厉。青云被气劲震得踉跄后退2步，周身泛起淡蓝色寒气，试图凝聚兵器法术反击。寒气被陆承风侧身用背部硬扛下来，毫毫不伤。随后，陆承风周身一股凛然剑气荡漾而出，转眼间，陆承风的手指已经抵在他的咽喉。完犊子了！被主角单手吊打了。一夜不见，云哥的肉身强度竟然直接从凡人飞跃到了筑基，果然是影视奇人，承风佩服。能够瞬间跨越凡俗境界，这位云哥可不简单，要多多留意。韩老，我明白了。陆老弟，你刚刚那一剑虽然很花哨，但是一身剑气都是虚的。此话怎讲？就比如说刚刚你砍我那一剑，虽然我死了，
但是我不服。陆老弟，你为啥站着不动啊？那你先让麒麟把炮管移开，不然我也不敢动啊。老弟，这是给你的。云哥，这是什么？这是一柄绝世仙剑，你使用的时候把细的这一端对准外面，然后按下这个圆形按钮，千万要注意，别拿反了。我操，剑意天成，这是一柄自带剑意的仙剑啊！我怎么好意思白白收下？别说这话，正所谓宝剑赠英雄，我不擅长使剑，在我手里反而是珠玉蒙尘，我才不会告诉陆成风，这就是联邦大规模量产的光剑而已呢。虽乃剑中绝品，纵观老夫一生，这样的宝剑也不多见，能随手拿出这般至宝，你的这位云哥越发令我看不透了。一番笑闹过后，青云躺在坦克内，研究着纳戒内望舒给他送的好东西。至于陆成风，已经将刚刚还爱不释手的光剑扔在一旁，兴致勃勃地准备驾驶麒麟坦克。离二人仅有数百里的南风城，正是南宫一家的天下。虽然只有南宫萧一位金丹，但带着陆成风贸然返回南宫城，恐生许多变故。那就去明山城吧。父母双亡，天赋异禀，获得机缘，大佬残魂，该说不说，真不愧是主角模板。云哥，前面有村庄，直接绕行吧。按照主角模板的套路来说，像陆成风这样的主角，简直就是灾难的化身，随便靠近一些村庄或者城镇，都会引发不小的灾难。不对劲，有什么东西在袭击村庄？还请助我一臂之力。若让这孽畜进入村落中，后果不堪设想。巨型老鼠正专注攻击女修，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机甲，而青云又恰好是年轻人，不讲武德。作为比麒麟破阵坦克更加昂贵和高级的作战单位，破军尖炮的威力比麒麟土炮更为强大和爆炸。然而就是这般威力不凡的离子炮，居然无法对眼前的巨型老鼠造成致命伤害。这是龟墟第一层的邪祟，是血孽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警告：驾驶员心率超标，情绪异常波动，请冷静操作，请冷静操作。作为联邦的舰长，这种黑雾我再熟悉不过了。诡异的黑雾，不可名状的污染，不断再生的特质，在元宇宙掀起狂潮的诡异生物，在这个世界同样存在。望舒，直到青云呼唤出口，他才想起来，此刻的望舒尚且还在灵气反应堆的研究中。难道席卷了整个宇宙的灾难，也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演吗？圣女，大师姐，我见你们匆匆忙忙的，发生什么事了？青州南部瑶定山附近出现了龟墟裂隙，我们派过去的小队失联了。是义雪和于府两位师姐带队的，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再怎么说，也不会连发消息的时间也没有啊。不好，手又去忙了，快去通知长老。这些怪物的恢复速度极快，没办法彻底消灭它，我也只能远远地突住它，不让它靠近村落。道友小心，这孽畜的肉身实力已经堪比元婴境界。
云哥，这是归虚魔气，必须用灵气湮灭全部的魔气，才能击杀邪祟。灵气，要说攻击强力的手段，我有不少，但是这灵气，属实是为难我。哎，这灵气爆炸与血孽鼠庞大的体积相比，只能算是杯水车薪。石柔师姐。谢了，两位大哥。这就是刚刚那个金色拳印的主人。姑娘客气了，多谢出手相助。你很厉害，帮我拖延一会儿。石柔说着，竟然当场开始运转法门，庞大的灵气在石柔身上汇聚，如同一个高负荷运转的灵气发动机。借着攻击孽鼠的时间，青云开始思考一个很有建设性的问题。或许联邦科技能一波流送走这些怪物，而不用灵气的原因，就是因为养得太干净了。一直以来，我身边的装备都是以方便随身携带为首要标准。但是这不意味着破军机甲的攻击就是我的最高战力。拥有着最快5分钟提供火力支援的鸾鸟空天平台，它能动用的攻击威力是破军机甲的10倍，甚至50倍。打太碎了，石姑娘会不会不好施展仙术？那就先前线打一发单兵云爆弹吧。用烟雾来阻挡嗜血孽鼠的行动吗？很聪明的选择。等到孽鼠突破烟雾，我的仙术也就蓄力完了。竟然还在缓缓恢复，这波只能说是炸得不够彻底。失陪了。如此年轻的金丹修士，来历只怕是不会简单，而且还姓石。那么多小说里，敢姓石的似乎也就那一位。年纪轻轻就已成就金丹巅峰，而且肉身强横，骨骼惊奇，这少女未来的成就恐怕不弱于你啊！不愧是地星降临，大征之势。圣女，您没事吧？我没事，但是渔夫他们晕过去了，还有易雪，他带着剩下3个人跑去山里，我怕他们有事。圣女，您不要着急，宗门已经派出后续力量了，很快就能组织进山搜索。多拖一会儿，易雪他们就多一分危险，渔夫就交给你们了，其他的事我会想办法。我叫石柔，你们2个叫什么？赤云。陆成风。我的师妹在山里失联了，人手也不够用，你们2个很厉害，能不能陪我一起去救他们？我可以给报酬，灵石不想要的话，我有丹药，玉髓通明丹，很厉害的。我就想要灵石啊，给什么丹药，灵石就够了。石姑娘，你让我对抗归虚，以身犯险，没什么，但是要带上这位就不行了，他可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得加钱。归虚魔气已经蔓延到了洞口，里面的东西应该不简单。来了，数量很多。那个对于小型的邪祟，只要我把它干到连渣都不剩，是不是就可以无视魔气的恢复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从未试过如此彻底的攻击。青云，你要干什么？成风啊，如果本座所料没错，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幽冥地岩。火焰呈现幽蓝色，一旦沾染，就如同复古之居一般燃烧，诡异至极。云哥真是一身通天手段，不仅很会烧火，就连这火焰也绝非凡物啊！青云，你如果灵气不足，记得告诉我，我来顶上。只要你喜欢，我能一直这么烧。反应堆不比灵气好用，什么年代了，还在用传统丹田？
我们优秀的等离子反应堆已经完全替代了落后的传统丹田。杵在那儿干啥？走呗。没事，没事，你先走。你先走。好像云哥的丹田续航似乎比我的命还长。云哥不仅一身神通，威力绝伦，更是拥有如此浑厚的灵气。只要他不自眼光芒，定能在这个天骄辈出的时代崭露头角。警告：漆面受损，纳米涂层受损。至尊骨，上苍劫光，原来如此。不对，这个裂隙同时打通了第1层级和第3层级。我们动作要快，不然裂隙彻底成型就有大麻烦了。如果我想办法把它干碎，你们有没有办法破了它的魔气？有，拖住它。不好，必须立刻摧毁它。姐，真美妙啊！要是我再晚一点出手，没准儿就真让你们成功了。老头，你居然敢穿着黑袍节节怪笑，看来你离死不远了。如接近的无知小辈，还敢大言不惭？云哥，他是元婴境，不可大意。这就是足以镇压一方俗世的元婴老怪，百闻不如一见。元婴的力量恐怖如斯。元婴境的攻击与符。攻击是化作骷髅头，防御也是化作骷髅头。这家伙是只认识骷髅头吗？他需要为裂隙输送力量，无法全力出手。我们可以……这不对吧？不是说主角蓄力变身和商人对策的时候，反派不会攻击的吗？这么不讲武德。瑶池圣地的攻击玉符还是元婴境的品质，你这小美人至少也是个亲传弟子吧？之前就有4个小姑娘闯进来送死，现在又来了一个。姐，嘿嘿嘿，不知道弄死一个瑶池亲传弟子，那帮整日高高在上的娘们儿会是什么表情？你把他们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当然是丢进龟墟喂老鼠啊！不过你这种角色喂老鼠可惜了。等我助投影降临，我要将你炼制成炉鼎。是他脑海中的大佬出手了，不愧是天命主角，一个两个都有底牌啊！虽然陆老弟砍人那一下很帅，但是之后肾虚的样子真的很狼狈。这大招消耗的也太快了，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刷新呢。归墟第3层之主明后，你们圣地还没有来支援吗？还在路上。这下该如何了？若是有化神境的全力一击，或许能毁掉裂隙。诸位，我有一招，但是一旦使用，我们怕是都要灰飞烟灭了。反正如何都要死于归墟之手，能毁掉这个裂隙，也算死得其所。能死在这里，值了。当然，我绝不是急于送死的鲁莽之辈。相比于裂隙开启以后全员嗝屁，我主动破局，以2位主角的命格，没准能换来一线生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云哥，这是什么？别看了。为何？因为再看一眼就会爆炸。方才受到明后的力量干扰，救驾来迟，还望圣女恕罪。袁长老，易雪师妹死了。这件事是宗门的疏忽，没有料到归墟信徒会从中作梗。唉，对抗归墟总会有牺牲的。刚才那一击至少拥有化神境的威势，不知是哪位小友的神通。完了，难道要被这位老阿姨看上了？前辈，这是晚辈偶然间获得的机缘，使用起来也有诸多限制。若是前辈感兴趣，晚些时候可与您细细说来。我对你的机缘不感兴趣，只可惜你不是女儿身，不然倒是可以来我们瑶池圣地修行。
云哥，不知这一招叫什么？轻轻敲，惊涛落日。势如惊涛，灿如烈阳，沉如落日。8转金丹，9转金丹，和我一样。有着9转金丹助力，还有看不透的机缘傍身，圣女啊，她会成为您地路上的宿敌。袁长老，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此人的潜力留着必成大患。如此卓越的剑意，是谁在突破？袁长老，陆成风是好人，不能杀。圣女，这一代您必须成鼎，任何的意外因素都应该抹杀。没有强敌的地路毫无意义。圣女，让开吧，老身会为您扫除沿途的障碍。这些孽缘和因果都由我一人承担。你承担不起。凤叔，调动接星炮，给我锁定这个老妖婆。你是藏剑圣主，多谢前辈出手相助，晚辈的9转金丹这才得以保全。方才的那道剑意是你感悟而出的？无名叶天然乃是藏剑圣地当今圣主，不知你可愿拜吾为师？陆成风拜见师尊。上次我与宋雅宁会面之时，未曾在她身旁见过你，想来你是近100年新晋的反虚境吧？当此归墟劫难之时，残害我族天骄，我就算当场将你斩杀，宋雅宁也说不得我半个字。叶前辈，请您看在师父的份上，饶了袁长老吧。你的心性和天赋俱佳，就是少了些魔力。宋雅宁倒是收了个好徒弟，陆成风如今是我的弟子，谁敢动他，便是与我藏剑圣地为敌。你对他起了杀心，我斩你100年修为，也算是小成大戒。你可有意见？叶天然，100年不见，你这直性子一点也没改呀！堂堂瑶池的长老，传出去让人笑话。回去戒堂领罚，小友可否借一步说话？小友身后有许多因果，连我也看不透，真是有趣。不知小友身后的势力可否透露一二？2位前辈，晚辈的来历难以透露太多，只能在天道允许的范围内浅说一二。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国度，我的国度被归墟所毁，我则是在因缘际会中跨越时间长河来到现实。跟大佬说话，正是要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他们自己去理解。既然是归墟的敌人，那就是瑶池的朋友。藏剑圣地对远古国度也没有敌意，希望你的到来能给这方天地带来转机。陆老弟，我且有一句诗送给你，我心中至高的剑道，就当如这句诗一般：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光寒14周。一剑光寒14周，云哥何等大才，能想出这等壮阔的意境？说来也是歪打正着，这个时节刚好也是14周。小友，这块藏剑圣地的客卿令还请收下，也算与我藏剑圣地结个善缘。师圣女，我曾因缘际会见证一位至尊古大能的风采，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今日就送给你。谁在称无敌，哪个敢言不败？地落时代都不见，他年我若立于万古诸天上，将与诸位共岁月。地落时代，小友竟然见过地落时代的强者。我只是随口一说，怎么还真有地落时代啊？地落时代的归墟禁区，又称微薄禁区，无数先辈为了人族在此血战，却无几人归还，堪称炼狱。法外狂徒张三大帝当年何等精彩绝艳，可入那禁区，被恐怖存在一拳打得肉身粉碎，修为尽失，只留一丝神念逃出升天，并告诫后人不入地境，休闯禁区。地落时代，微薄禁区原来是这般的恐怖吗？小友闲暇时刻大可以来我瑶池做客，
我们圣地好看的仙子可不少。青云，这是我之前答应给你的玉髓通灵丹，药效很厉害。云哥此前说志在远方，不知云哥志在何方？他日再会，也能切磋一场。剑道，舟字旁的剑。我与师尊二人且要离去了，云哥还不出发吗？此去今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我且目送你们一程，你们先去吧。来日方长，青云保重。来日方长，云哥保重。舰长，几天不见，你搞出来的动静不小啊！战术核弹都被使用了。消失了这么久，灵气化进度如何？我已经开发出用灵气全面代替原有能源的方式了。效率虽然比超高维粒子引擎略差，但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为了早日修好西河号，需要舰长给我赚很多灵石哦。哦，那没事了。舰长，这次我也给你准备了好东西，只是需要一点点心理建设。你确定是好东西？当然，舰长的修行天赋凝结金丹至少需要300余年，所以我参考联邦微型反应堆的技术，造出了第1代机械金丹，也可以叫做微型灵气反应堆。大小是原有金丹的2倍，功率是原有金丹的348倍。我操，348倍！那你说的心理克服是什么？这个金丹需要在舰长腹部挖个洞放进去，而且随着以后的技术升级，舰长身上的原装零件恐怕会越来越少了。那就走科技路线呗。有男人能拒绝机械飞升的诱惑吗？没有，除非要赶我牛子。望叔机械金丹计划可以开始了吗？舰长，你确定进行机械金丹计划吗？确定。好的，已经投放反重力登舰舱，将指引您前往西河号。舰长，你往东南方向的舷窗外面看看，很有意思的。我之前稀缺资源的时候，曾经想过利用法则之日的力量，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根本不可能。这2个星体蕴含的能量，连西河号里上限最大的能源解析仪器也解析不出来，它们所携带的能量极有可能是蛤蜊横竖。那岂不是无穷无尽的能源？若是有人能利用这法则日月的力量，岂不是可以成为这片修仙界真正的仙？舰长，你最初降落的位置是在东土大陆的青州，位于东南方。此刻，我们的西河号正在高空继续向南运动。舰长，请吧。我操，这么大，怎么想都进不去吧？舰长，请淡定一点，这是灵气反应核心，外围是医用纳米材料，请不要用传统医疗的眼光来看待西河号上最顶尖的技术。好吧，开始吧。就这就是洗精法髓啊！望叔，石柔送我的玉髓通灵丹可以现在吃吗？经过综合评定，此行为对机械金丹融合效果具有显著增益，但存在13.4%的风险可能性。90%安全的概率这么高呢？梭哈，直接梭哈。望叔，石柔还给了我好多灵石呢。多少灵石？密密麻麻的，数不出来。你当谁都有跟你一样的算力啊？之后我把灵石放西河号上，你自己慢慢数，躺上面睡觉都行。我靠，联邦的麻醉剂怎么不顶用啊？感官信号已经突破阈值上限了。我靠，那个还在，还好灵气被引导出去了，要不然这么大威力在我体内炸了，我得亲一块死一块啊！舰长，如果刚才的灵气外放出现一点差错，你现在可能就东一块西一块了。这便是金丹的力量吗？作为舰长，炸了自己的爱舰，难道你没有一点点愧疚吗？望叔，我现在的战斗力大概是什么水平？以舰长目前的力量，可以匹敌金丹巅峰。为了让舰长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这个纳米延展战衣专门参考了这个时代的样式。没想到我也有留起长发的一天啊！舰长这样很帅哦。金丹中的纳米武装核心
可以拓展您在金丹时期的战斗能力，提高灵气利用效率，有5种不同的扩展功能。我将它们的具体信息传送到你的金丹核心里。这名字多少有点潦草啊！开启修改权限，修改名称：光剑核心、镭射核心、烈阳核心、神霄核心、泰坦核心。这声音是明后。舰长，检测到来自归墟的空间波动，准备应对战斗。卑贱的虫子，找到你了。王叔，给我想办法！轰他一炮！火控系统自检中，终极武器歼星炮主体受损严重，无法启用。T0级灭绝令，黑洞坍缩炮，代号 T003，正在进入投放程序。南部3州的最南方，矗立着人族最伟大的建筑——虚境长城。七起凉州之滨，东临苍冥之海，横跨3州，绵延100万里之遥。虚境长城之外，满地皆是单调的沙砾。找到你了。归墟地震，糟了！怎么是他？归墟第3层之主。今年镇守虚境长城的大成境诸事，乃是太上圣地的第3封首座郑飞白。这是何方神圣？出手是如此诡异邪性的招数，但愿这位前辈是有非敌。李先生，这次倒是我拖累您了。沈小姐言过了，我堂堂金丹之境，却被暗中下毒，实在是颜面无存啊！只是小姐，您要小心堂家。尚且不能轻易断言这次动手是堂家还是我的好大哥。有情况。话说，用废了隐疾石图，在坠落的最后阶段干掉了明后，消除了他对武装核心的干扰，我这才有机会启动泰坦核心，用厚重的缓冲装甲来硬扛坠落冲击的伤害。在下点信商会李寿，不知阁下贵姓？青云。我观道友一身气宇轩昂，宝光四溢，绝非寻常之辈。为何要来这苍茫大山之中？追杀敌仇，迷路至此。反倒是阁下，虽有一身金丹修为，却气息虚浮，灵气阻绝，有些蹊跷啊。但凡我商队有全盛的金丹战力，早就沿着南北商路而行，又怎会被逼到这般地界？公子既然迷路，不如与我商队结伴而行，也好有个照应。舰长，发射坍缩炮消耗了太多能源，你懂我意思吧？沈小姐这手算盘打的，我在虚境长城外就已经听到了。你们商队得罪了人，金丹没了威慑，现在想要我白白护送你们一程。公子你言重了，小女子全无半点欺瞒公子的意思，只要公子愿意出手护送，我等安全抵达安南城，小女愿用5000中品灵石作为报酬。太少了，加1倍吧，5万。你的算术莫不是在苍云圣地学的？啊，这是双鹰，还是金丹巅峰？烈阳核心启动，镭射核心就绪。5万成交，不知公子是何修为？一介剑修，修为不足挂齿。随着可用能源的逐渐增加，我的算力突飞猛进。如今可以一边高强度运算修理，一边分出部分思维与舰长一起阅览古籍。
青云和望舒谈论着其中有趣之处，一时间恍然又回到了剑桥之上，那段岁月静好的时光。公子虽然修为强横，却行为跳脱，仿佛不似这方俗世之人。果然有奸细。好久不见，沈小姐。唐川，果然是你。你们唐家几次三番针对我点心商会，是何居心？是何居心？你们难道不是心知肚明吗？是何居心？你们难道不是心知肚明吗？最初还是我们唐家许可，你们商会才能在荣阳城有一席之地。不曾想你们商队做大，不仅抢夺了我唐家近半数的贸易，还接连拉拢数位金丹，抢夺我唐家在荣阳城的权利。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今日正好趁那老匹夫身中奇毒之时，彻底覆灭你们商会。我说，你似乎有点没把我放在眼里。哼，出来吧。于磊，你竟敢背叛我们商会！哼，我早已往朱桃中下毒，不曾想你还连着吃了3日，现在恐怕已是外强中干，修为尽失了吧？朱桃里有毒，可是这跟我的机械金丹有什么关系？我是召唤师啊，你毒我有什么用？之前于磊传回消息，说此人战力强横，不得不防，不曾想却是一名召唤师。召唤师又如何？我们5名金丹高手在此，快，动手杀了他！召唤物在天上。动手！这配置还需要给李寿下毒？你没事吧？我的金刚断体不是白练的，至少能扛5秒。没事就好。修为，天塌地陷，巨锤。你究竟是何方来历？你这般实力的人，为何会甘心为点星商会做事？因为他们给的太多了。你想要什么？与我们唐家合作，我们唐家有更多资源。再加5万灵石，干掉他！你不能杀我，你一旦杀了我，唐家老祖必然不会放过你的。背后还有真经诀，点星商会，我唐家与你们不死不休。想让我替你们承担唐家的怒火，这是另外的价钱。一口价，5000万中品灵石，我帮你彻底平了唐家。有陌生的高手出面搅局了吗？清雪，你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公子，小女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不当讲。那我就讲了。我想代表点星商会，再和你谈一笔10万的生意。哦，这话本确实有些无聊，那正好听你详细讲讲。其实，这一次我们所有的货车，大部分都是些普通货物，真正需要运送的只有这件。这其中是一颗玉髓丹，公子可能未曾听闻，这种丹药极其稀少，只有丹塔总会能固定炼制。安南城萧家的家主之女，被瑶池圣地看中，近几年突然修为倒退，萧家家主孤注一掷，正在四处寻方。
我们商会这也是机缘巧合，得到玉髓丹，准备前去参与拍卖。萧家修为倒退，我知道，但是这和我的10万灵石有什么关系啊？安南城的气氛诡异，实力错综复杂，我们商会缺少坐镇拍卖场的高手。之前我曾研判过安南城局势，无论是萧家内部夺嫡，还是安南城竞争，这场拍卖注定不会安稳。这么危险，不行，得加钱。18万，我已经把嫁妆搭进来了，不能再多了。堂堂点心商会会长，嫁妆就值18万。30万。50万。成交。马车太慢了，我给你看个大宝贝。这是何物？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这法器竟如此之快，公子真乃神人也。到了，走吧。诸位好，我是萧家家主萧烈，感谢诸位千里迢迢前来参加这次盛会。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甲一云海商会带来的是一滴无恨露，采集自东海之渊，可以修补根基。起拍价100万中品灵石。无恨露是什么？就是炼制玉髓丹的主材料之一，效果比成丹弱了许多，但也算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宝。如此重要的宝物，还是第一件拍卖品，萧家定然势在必得。若是此时叫价，岂不是服了萧家的面子？200万中品灵石。以3点星商会，这是点星商会的拍品，玉髓丹，起拍价1枚中品灵石。500枚，去你的500枚也好意思报？我出100万。300万。神霄河系，能使用一手纯正的紫霄神雷，莫不是圣地的人？紫霄神雷，此前从未听闻有如此年轻的元婴高手。诸位，拍卖就按拍卖的规矩来，比试就按道上的规矩来。有些人不守规矩，就休怪我掀桌子喽。公子竟然真的是元婴，20几岁的元婴。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2500万，萧家主，实在不好意思，这玉髓丹实在是珍贵，既然是拍卖，那我们就价高者得吧。李家主客气了，这盛会虽然是我萧家所办，但是也不用时刻遵守宾客之礼。李家若是见猎欣喜，公平竞价便是。3000万。3000万零1块。4000万。4000万零1块。5000万。你5000万一次，5000万2次。且慢。坏了，这不是李家老祖吗？这位已经沉睡数10年，怎么突然出关了？这位小友，我现在赶来报价，可还来得及吧？我不喜欢抬头看人，你先老老实实下来，我们再谈拍卖的事情。小友说的在理，老朽这便落座。洞天法宝一件。紫炎刀一柄。老祖，您可要全力以赴啊！文耀那孩子有大帝之资。这位小友，我看今日怕是争不出个胜负了。拍价之事，我李家还要好好商议。不如这丹药先交由我保管，待商议合适再行拍卖。李家，你们敢在拍卖会上公然明抢，还有什么道义可言？小子，吃我一剑！好快的速度！想来上次直面元婴，还是在上次。神霄核心、烈阳核心超功率启动。紫霄神雷，幽冥地炎，这小子什么来历？竟有如此多手段，
何人敢在安南城内喧闹？我不打扰，我走了。原来是朱开朱真人。李尊者幸会幸会，不知二位在这里大动干戈，破坏广场，所谓何事啊？我与这位小友一见如故，这才切磋了一番。哦，那你们不如去城外切磋，莫要再破坏城内设施了，如何？但是那位年轻人愿不愿意出城，就跟我没关系了。朱开明是在城内不能动手，这是让李家老祖去城外动手的，两边都不得罪，好手段。好啊，在这城内波及到茫茫百姓，施展不出手脚，确实不妥。老匹夫，我们出城继续。望叔，空袭支援还要多久抵达？阮友战略平台已于5分钟前投放金乌轰炸机，预计还有3分钟，这么久？2、1，舰长，金乌已抵达战场，调班正在酝酿。召唤兽是吗？就这点手段？黄口小儿，敢毁我肉身，我与你不死不休！不死不休，你没机会了。望叔，李家府邸的坐标在哪里？你带着金乌过去一趟。舰长，出去一趟就带了3颗航弹，为什么不多带点？产能不够啊！你知道造一颗质子弹需要多少能源和多少时间吗？又要马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嘤，舰长真狠心。再阴，我给你格式化了。行了，这次商会赚到的零食我全部给你，下次我要看见一架满载的金乌。公子，你没事吧？云尊者，怎么只看见你一人？李家老祖呢？李家老祖修为深厚，我终究还是棋差一招啊。云尊者不必妄自菲薄，李家老祖晋升元婴已久，云尊者在如此年岁就能硬汉元婴中期修士，未来成就我等怕是难以望其项背了。是啊，我只来得及灭杀他的肉身，还是叫他的元婴遁逃了，还是差了一点。是啊，实在可。沈会长，这次拍卖会被李家搅局，加上大部分商品都已成交，恐怕很难重新举办。不知这枚玉髓丹，贵商会要如何打算？这次的拍卖盛会，萧家的诚意，我们商会也深有感受。此后因李家搅局的部分暂且不算，就用萧家主最后一次的报价吧，5000万灵石成交。典型商会有了沈姑娘如此通情达理的主人，将来必然不会局限于荣阳城小小一隅。他日若需帮助，萧家绝不推辞。萧家主过奖了。王叔，你看这个沈清雪是个精明人啊。怎么，舰长大人心动了？论美貌，沈清雪差了你一筹；论智慧，更是不及你。真要心动的话，也是对你心动。打住，好油腻，恶心心。既然商会之事已经结束，二位不妨来我萧家做客如何？也好让萧某略尽地主之谊。公子人呢？舰长，现在的生产线是预知灵石核心未来的能源，你要是还不把报酬讨来，西河号下周就要揭不开锅喽。我待会儿去要。你的核心需要多少灵石？那当然是舰长身上的全部灵石呢。什么？沈会长，萧某今日还有一事相求。萧家主客气了，只要我沈清雪能力足够，自然鼎力相助。我想给双儿寻一位护道人，此后服用丹药和突破之际，也能免去奸人打扰。想来萧家主是想要元婴境的护道人。不知沈会长的话，在云尊者那边可还算管用？怕是不够管用。能请来如此年轻的元婴境护航，要说沈清雪与这位公子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决然不信的。这难道是公子的授意，是看不上我萧家吗？公子那里
只有灵石管用。公子对于灵石的执念，简直是我生平仅见。说句折煞公子的话，只要灵石管够，想让她成为萧霜姑娘的贴身侍卫，估计都不是问题。云尊者当真对灵石如此执着？若是灵石的话，我萧某还是颇有家资的。你们在聊什么呢？云尊者莅临寒舍，真是令我萧家蓬荜生辉啊！里面请。云尊者，这是家女萧霜。你好。萧姑娘客气了，我与你年龄相仿，称我一声云哥即可，不必拘泥于这些礼节。好的，公子。这个萧霜不会是个社恐吧？沈小姐，你的55万灵石的报酬，不知何时给我呢？你们两个眉来眼去的，还真就是金钱交易。公子且不急，我这里还有一份生意，不知公子是否感兴趣？萧家主请讲。不知公子是否愿意担任双儿的护道人？我将沈会长的那份报酬一起出了500万，不知公子意下如何？我操，沈会长之前的价码或许有点少啊，再加一点吧。的确，之前我不知道公子乃是元婴之境，所开的价格自然有些冒昧。实不相瞒，我正想找您重新商讨报酬一事。既然沈会长如此慷慨，我也不是什么贪财之人，就在原有价格上加个0吧。啊？云尊者，我开的价格您还满意吗？若是不满意的话，600万中品灵石，如何？什么？萧叔叔，从今日起，双儿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妹妹，谁动，谁死。沈会长，我现在要保护亲妹妹的安全，您另请高明吧。我操！放心，我会派召唤兽随行。但凡你们商队少了一个灵石，你随时可以来安南城砍我。听说了吗？安南城前不久的拍卖会，居然出现了玉嘴丹这样的至宝。各个朋友就在安南城那边，据说拍卖会都是元婴大能坐镇，大街上一砖下去，能砸到5个金丹。可不是嘛！据说为了保护丹药，那个叫青云的年轻元婴当场打死了20个金丹，元婴都杀了4、5个。我操！如此生猛，难不成是某个圣地亲传？光是点星商会这一趟就赚了5000万灵石，谁要是半路结了点星商会，怕是一路修炼到元婴境都不用愁吧？青云尊者坐镇的商队，你也敢动心思？我看是下辈子不用愁吧。大当家，点心商会进套了。哼，哪怕他青云有着通天的能耐，被我这道元婴境的攻击玉符偷袭，也要十死无生。老祖，受我们唆使去袭击点心商会的匪团被全灭了，青云一定在那辆马车上，现在早已离开安南城了。离开就好，毁我肉身，此仇我一定会报，但不是现在。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彻底熄灭萧家的希望。老祖放心，这次是三房的李哥出手，他已成就金丹多年，只要萧家嫡女敢踏出萧家半步，定让他饮恨当场。那就好，要让萧家知道，夭折的天才什么也不是。公子，我们还不熟，真的要逛街吗？没事，妹妹，放心走，哥带你去钓鱼。钓鱼？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随行跟班，你平时怎么逛街，现在就怎么样，不要表现得有异常。公子，我平时不逛街。呵呵，有鱼上钩了。文耀，你此番突破筑基后期，与那金丹也只差一线之机。若是能在50岁之前突破金丹，定然有机会拜入内门修行。此后，反倒是我清平山要沾沾你的光了。申师尊，我在闭关前便已向萧家递上拜帖，不如今日启程拜访如何？既然你已有准备，那择日不如撞日。
咱们这便启程。来者何人？藏剑圣地李文耀来访。公子且慢，我先进去通报一番。什么破动静？有舰队打过来了？藏剑圣地的尊者来访，有失远迎啊！下人不懂事，险些怠慢了贵客。无妨。尊者和贤侄不远万里来访，站在门口算什么话？不如先进堂屋一坐，也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萧叔叔，这就不必了。这一次上门，晚辈是来解除与萧霜小姐的婚约的。晚辈自从拜入圣地以来，受到诸多神师尊的殷切期望，因此不愿沉迷于儿女情长中，要去追求那仙途永久。今日又听闻萧霜妹妹突发变故，晚辈姑且送上灵宝数百件，聊表关切。贤侄恐怕误会了，婚约一事，只是当初你我两家上一任家主的调笑之言，做不得数，何来退婚一说？我不远万里亲临你们萧家府邸，专为我徒儿婚约之事。如今你们萧家却矢口否认，如何不把我这个元婴放在眼里？张口元婴，闭口元婴，元婴很牛逼吗？就你们也配来退婚？这是元婴巅峰的威压。此前李家老祖亲自给我传信，让自己此次退婚之举，怎么羞辱人怎么办？原来是为了试探这个人。萧叔叔，这双儿姑娘婚约一事，我怎么从未听过？可有纸面契约啊？云尊者，萧李两家从未签下过纸面契约。哈哈，纸面契约都没有，难不成是有人在公然放屁？公子大人有大量，莫要和文瑶计较。这孩子向来对双儿心生爱慕，可能误会了吧？我们代表圣地拜访，尔等竟然敢指责为放屁，粗俗之言，不觉得有辱藏剑圣地名声吗？狗仗人势，隐隐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小友，你过界了。藏剑圣地的弟子只能由藏剑圣地内的人教训，你还不够格。藏剑圣地，不知道你们叶圣主给我的藏剑阁令牌够不够格？云尊者，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深尊者，我这一觉刚醒，睡得眼神昏花，你帮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在门口放屁啊？云尊者，我问你，谁在放屁？是我在放屁。声音太小了，听不见。我在放屁。哦，堂堂元婴尊者也会放屁？不信，除非你当众再放一个我听听。前几日刚刚斩灭了李家元婴的肉身，我看你这肉身弱得不行，要不也帮你一把。公子说笑了，金丹期就能控制身躯，放个又臭又响的屁对你来说应该不难。你们公然放屁的赔礼，我就代表萧家收下了，带着你的宝贝徒弟滚吧。放松，不要抵抗。望叔，你怎么看？他的经脉相当优秀，但是经脉走势造成了一定的循环阻塞和效率的浪费，但是并不会成为修炼状态的严重阻碍。那如果不是经脉泄露的问题，服用了玉髓丹是否会适得其反呢？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有一点虚弱，其他都还好。我的眼睛怎么了？说你倒霉吧，你可以生还2种顶级异瞳；说你幸运吧，偏偏这2种异瞳在血脉兼容上出了问题，导致你修为无法寸进。公子，那我不能修炼了吗？也不完全是这样。公子，你有办法吗？当然有，不过你先不要多想，好好休息，我去准备一番。如果我的设想顺利，不仅可以让你重归仙途，还能同时保住你的2种异瞳。不过，公子还有什么困难吗？资金上面有点困难，得加钱。云尊者，我颇有家资，只要能解决双儿的传承问题，云尊者尽管开价。双儿，你且继续休息，
有些事情我需要和云尊者仔细商谈一番。据我所知，至少要父母亲代中有一位是梦妖，子代才有可能继承梦童。您为何也会拥有梦童？若你是梦妖一族派来想要带走萧霜的使者，那我萧烈拼了一身性命也要向你挥刀。该如何解释望叔这种直接越过血脉限制手缩梦童的情况呢？若是我真想带走萧霜，你们全家上下无人拦得住我，何必多此一举？萧家主尽管放心，这仅仅是一件梦童法宝而已。反倒是双儿姑娘，应当是与梦瑶一族渊源不浅吧？是我糊涂了。云尊者所想不错，双儿的母亲是一只来自稀土大陆的梦妖。人族与妖族虽然签订了共同抵抗归墟的盟约，却远没有表面那般融洽。当时双儿的母亲因为珍贵的梦童体质而被追杀，我也是机缘巧合中与她相遇。不知双儿姑娘的母亲现在身在何处？被她在稀土大陆的族群接走了。梦妖一族的势力强大，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告诉双儿。梦妖一族吗？原来如此。公子，梦妖一族的实力您应该是了解的，切不可为了双儿一时间意气用事。萧叔叔放心，我行事自有分寸。3日后我会有一件法宝送来。不过说来惭愧，我在周围数个城池都置办了产业，大概有2000万灵石之多，本来是留给双儿的退路钱。我操！若是双儿能恢复天资，这些产业也没了用处，届时就拜托公子代为处理了。萧叔叔，你是懂技术的。云尊者3日不见，风采更胜往日啊。萧叔叔过誉了。萧霜姑娘呢？她在内院等候着呢。云尊者，跟我来吧。公子，你好。好妹妹，近几天休息可好？一瞳没有什么异常吧？没有异常。公子，不知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解决异瞳的问题？解决异瞳的办法需要一个法宝相助，法宝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到。难不成是公子为了治疗双儿的病，从他身后的那个神秘势力中调来的法宝？什么破动静？我操！这陨星的威力堪比元婴全力一击，必须要元婴境界的大能出手，才能解此危难。快去请青云尊者。云尊者，安南城威！无妨，朱真人莫慌，这是我的法器。天降陨星，落地成塔。遥想当年家族战争时期，两家的元婴老祖祭出下品法器相互攻法，地动山摇，生灵俱灭，也远远不及眼前这座宝塔的1/1000。云尊者，这个莫非是一件上品法器？你们说，一击灭杀化神境，重创合体境，算是什么等级的法宝？灭杀化神，重创合体，难道是灵气？不只是灵气，是上品灵气。云尊者，不知你请动这尊灵气所为何事？这与你无关。今天之内的动静会很大，朱真人好好待在城主府便是，其他的你不用过问。有我在，安南城不会出事。走，跟我进屋。公子，这个是怎么攻击敌人的？直接砸吗？如果从很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元婴，会怎么样？那你会得到一个原因啊？因为被砸扁了。那砸化神呢？砸合体呢？你见过被砸死的合体大能吗？那你刚刚说他能重创合体？你们修真界的攻击就是用法宝砸来砸去的吗？你们修真界？嘿嘿，你看这个地板，
他长得可真地板啊！公子，这是什么？这是另一个法宝，叫做女娲。女娲？我怎么感觉像是冥冥之中惊动到了某位不可言状的存在？这是什么等级的法宝？我这么告诉你吧，这座宝塔只是这家伙的载体和容器罢了。以灵气作为载体，难道它是一尊圣器？你自己猜的，我可没说。还愣着呢，进去吧。啊，这真是我可以踩在上面的吗？去吧，你最好快点啊！这个圣器启动一息就要消耗3000万灵石的能源。啊，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反应堆了解一下，能源哗哗的，跟不要钱一样。这种蓝色药剂是基因仓独有，叫做基因活性拟真肽酶，简称基拟肽酶。在基拟肽酶的影响下，萧霜应该会很快就陷入熟睡中。1. 获取基因载体，开始解析。王叔，这是什么情况？舰长，女娲耗自己的算力可能不够了。什么样的基因才能让一台相控计算阵耗尽算力？王叔，你的算力够吗？不行，如果是微小的运算，我还可以直接量子传输给你。但是这次的数据太过庞大，没有办法再用舰长作为数据中转站了。把鸾鸟空间平台调过来，搭建实体数据传输渠道。借用鸾鸟的大型相控计算阵吗？这样确实能解决算力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话，鸾鸟需要下降到可视高度，悬浮在安南城正上空。反正都闹了这么大的阵仗，不建议再大一点。重统者的基因就摆在眼前，这样亘古难逢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指挥官，鸾鸟正在前往目标地点，预计10分钟43秒后抵达安南城上空。云尊者，情况如何？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我需要再调一件法宝过来。双儿的病情竟然如此严重吗？云尊者，让你费心了。无妨，只是等下动静会有一点点大。城主，李家一位前辈求见。让他进来。夺舍，李尊者，数日未见，为何如此狼狈模样？朱开，你这是明知故问啊！不敢，不知李尊者找我何事？我需要你帮我对付青云。你疯了！我没疯，我们联系上了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大人物。那位大人和我们目标一致。李尊者请回吧。刚刚的天降陨星落地成塔，你可别说你没有关注。云尊者本身就是我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大人物，我若是你，就会让李家低调行事，夹着尾巴做人，也好留下香火传承。哼，这是什么？这也是云尊者的手笔吗？指挥官，鸾鸟已就位，正在建立数据连接。相控计算阵预热完毕，数据连接完毕，开始提供算力。辛苦了，为了萧霜的重统者基因，我已经不惜动用2张底牌。虽然西河号上这样水准的底牌万万千千，可是架不住有心人惦记。解析完成了。怎么了？什么情况？舰长，我或许发现了让计算量如此之大的问题在何处。这是一点点隐藏在普通基因中仙的基因。仙的基因？仙也有基因吗？是的。你的意思是说，修真者在修炼过程中，普通的基因会逐渐向着这种仙的基因转变，等所有的基因转变为仙的基因，这个修士也就成为了仙。舰长，是基因进化导致成仙，还是成仙导致基因进化？暂时还不能定论，需要更多的数据。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收集海量的普通修士的基因，
找出他们仙的基因所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仙的基因。舰长，你这个想法十分的危险，但是值得一试。咱们还是先看看萧霜的异瞳问题吧。找到原因了，虫瞳和梦瞳的基因相互交叠和干扰，这才导致出现了争抢眼眸的情况。只要重新编译重叠部分，优化掉冲突的部分，就能够实现2种异瞳的共存。不过，一只眼睛只能使用1种异瞳了。能同时保留2种异瞳，我想，他应该不会介意这点小小的瑕疵吧？毕竟修炼到了高境界，也没什么区别。我说你有没有感觉，这姑娘越来越白了？净化还有美白的姑娘？不对，不对，好像是，越来越亮了。完犊子，这倒霉孩子，隔着突破呢。这个圣器被我弄坏了。小手，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好消息吧？好消息是你的异瞳矛盾解决了，你又可以继续修炼了。真的吗？那坏消息是什么？是不是我把圣器弄坏了？我会赔你的。坏消息是你马上要结丹了。我不是才调到筑基初期吗？怎么突然就结丹了？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但是我需要你先全面压制结丹的灵气，能拖越久越好。鸾鸟听令，将主控能源换为灵气反应堆，同时将数据连接转为能量链接，能量通路规格按照最高标准，要快。鸾鸟收到，灵气反应堆正在启动。好了吗？我要撑不住了。再忍忍。指挥官，能量通路搭建完毕，全功率输出，结丹。什么逼动静？成功了！这波动九转金丹，萧家嫡女竟然突破了，这怎么可能？玉兰，我让你调查的有结果了吗？主人，九州所有的赵姓世家都被我们调查过了，这个青云很不对劲，他就好像是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一样。手持藏剑客清令，身份神秘。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去帮助一介小小的点心商会？难道我的傻妹妹能拿得出什么足以打动她的好处？青云，但愿今后你不再出面搅局吧，我可不想平白多个敌人。舰长，1698次实验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看来我们收集的先机片段还不够多，不够全。是的，请继续收集更多的先机片段吧。还有萧霜，他是一个格外独特的基因个体，请保持对他的持续关注和接触。公子，我还有点疑惑请教。中部徐州玄秦王朝遭受入侵，荣阳城朝不保夕，请公子速来救场。价格面谈，1000万起步，上不封顶。倒不是价格的事情，主要是担心沈姑娘。小双啊，这是精神界的一本无上典籍，今日我把它借你研读，你先好好领悟。我出去赚点外快。禀陛下，算上唐家，一共有5个世家叛逃了。看来这次我们玄秦王朝要面临4位元婴尊者了。陛下，或许那些世家的元婴不会出手呢。呵呵，小师啊，你虽然修为很高，但是对人心还是不了解。你觉得开灵王朝和这5个叛逃的世家，谁更希望我死？走吧，陪我去点心商会看看。那家伙给我惹出这么大麻烦，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呀。你来了呀，好妹妹，你可是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我当然要过来看看你。你比我还小1岁，明明我是姐姐才对。昨日负责公布的官员告诉朕，玄秦书院的建设已经完成了一半。一旦玄秦书院建成，金丹修士就不再是被世家所垄断的资源，千秋大业啊！千秋，或许你有点太心急了，一上位就推行如此针对世家的举措，这可是大忌。可是朕等不了啊！
朕只是一介凡人，100年之后便沦为一滩枯骨。若是再给我200年，朕要徐州所有的王朝都匍匐在朕的脚下。其实本来是可以成功的，开灵王朝这番动作，背后肯定有我哥哥的支持。沈清雪呀，你的点心商会经营这么久，不会一个元婴都不认识吧？我只认识一个，不过一个也足矣。只要他愿意出手，开灵王朝的浩荡大军，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哟，你这还开始思春了啊？那个家伙无利不起早，天天惦记我的灵石。灵石？你的意思是有灵石就能请到？只要管够，绝对可以。清雪呀，这个公子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说实话，我也只见过他灭杀元婴肉身，他总是笑眯眯的，一副很慵懒的样子，但是总有一种处变不惊的气质。没有绝对的实力，是万万做不到的。张普老前辈，还有各位供奉们，有劳了。陛下言重了，我们这些供奉平日里享受着陛下的俸禄，如今到了关键时刻，自然要给陛下分忧。来了，准备立结界。刘庆，你敢背叛陛下？我才不像你们，为了区区一个破王朝，葬送全部前程。陛下，微臣要见您的人头，搏一搏新朝的功名了。等等，喂，把我的雇主打死了，我找谁要钱去？该死！公子，我等你等得好苦啊。沈会长，这是什么话？我知道沈会长有危险，立刻马不停蹄赶过来了。云尊者，久仰久仰。这位是我的闺中密友，玄秦王朝的当代女帝迎千秋。原来是陛下，初次见面，不胜荣幸。云尊者，朕一直听说您神通广大，我们明人不说暗话，开个价吧。陛下爽快，庇护荣阳城无恙，需5000万中品灵石。若陛下贪心一点，想要送走这开灵100万大军，需要1亿中品灵石。守一座城要5000万中品灵石，那么毁一座城，不知开价多少？1亿灵石，开灵王朝疆土之内任选一座城池，彻底踏平，化为灰烬。任选？那开灵皇城也可在其中吗？不行，皇城的话得加钱，3亿灵石。云尊者，合作愉快。这是自然。这是什么？天黑下来了。陛下莫要惊慌，这是我的一点小玩具。有东西下来了！敌反坦克设施，雷达锁定，3发装填，歼灭。詹胜带领重骑营冲锋。末将领命，重骑营冲锋！重骑营共5万人，都是久经沙场的炼气境战士，更有筑基境和金丹境修士担任军中要职，使用的全是炼气境战马，铠甲由临铁锻打而成。两方军阵看似很远，在重骑宝马的攻击之下，不费10个呼吸左右的时间，便能冲向了城墙，摧毁它。
不是战争，这是屠杀。这就是战争，陛下，这是科技战争。置身在科技的战场之上，普通士兵只能绝望地死去。诸位，此刻再不出手，更待何时？公子，开灵王朝的元婴出手。无妨。对地质子撞击炮准备就绪。不好，先对付上面。如此群英荟萃的盛况，许多人一生都难得一见啊！光是速度快又有什么用？如此细小的能量颗粒，恐怕连元婴的护体灵气都破不开，故弄玄虚。可惜他们的速度相对光力来说，还是慢了一筹。陛下，还需要进行吗？这可是足足100万生命哦！不行，这些人不能放他们回去。您尊者，若是价格不满意，我们还能再行商议。但是开灵王朝这支军队必须全部葬送在龙阳城下。陛下不用担心，我答应的事绝不会食言，不过是想试探一下陛下罢了。若是陛下空有妇人之仁，那我便不放心和陛下深入合作了。公子，话虽如此，但这100万大军若是真四散而逃，想要赶尽杀绝，恐怕有难度。无妨。指挥官，进屋就绪，静候差遣。好啊，好啊！不许退，不许退！陆战队呢？给我压上去！主将，小心啊！嘿嘿嘿，我又来了啊！陛下，合作愉快。对了，陛下，等会儿派人打扫战场，记得把那几个元婴的纳戒送过来哦。嚯，好风景！公子，你要是想看的话，不妨进屋来光明正大的看。你这个睡衫是什么材质的？我还没见过，看起来很贵的样子。天云蚕丝的薄衫，当然不便宜。公子此番前来，肯定不只是为了研究小女的睡衫的吧？那股暗中针对你的力量，底营不小。公子，不是小女非要对此三缄其口。若公子非我盟友，知道这些信息，只是徒增坏处罢了。小千雪呀，你要明白，所谓的盟友关系都是虚假的，只有灵石是永恒的。只要你一直给我灵石，我就一直是你坚实的后盾。公子为何如此执着于灵石？这个嘛，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啊！况且我已经替你出手2次，恐怕已经被那人当做你的党羽了。青雪小姐，你也不想我因为不了解对面底细，然后惨死街头吧？我来自商盟，针对我的人是我的哥哥，当代的商盟少主沈清衡。我猜你们商盟正是定夺继承人的时候，你哥势力最强，但他忌惮你的发展，一直在针对你是吗？不知公子遇到我这般境地，会如何破局？如果是我遇到这种局面，我会约我哥在玄武门下见面，然后一剑砍了我哥，拎着他的人头去找我爹。公子，我哥虽然比你年长数十岁，如今也是元婴境界，周围还有许多高手护卫，想要杀他，怕是很难。确实，这么多高手的话，想要留下完整的头颅有点难度。清雪呀，今天可累死朕了。您尊者，没想到你会半夜居然也会出现在这里。公子来找我询问一些事情，不曾想让陛下撞上我。余弟陛下深夜来此，
是想要跟我砍价吗？倒也不必，朕这走一趟还是不值这么多灵石的。云尊者，您的2亿灵石，朕自然会如数奉上。但是如今在这边陲小城，一时半会儿也无法拿出如此大的数目，不妨请您随朕一同前往玄秦皇都，也好接洽后续的灵石事宜。也好，正好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拜托陛下的。听说了吗？凤岐宫来了一位奇怪的美男子。据说那个解了荣阳城之围的云尊者要被陛下纳为夫婿了。听说陛下为了博美男一笑，直接下令将整个后宫的御花园铲平，供那位云尊者纵马玩乐呢。嗨，你们这些都过时了。昨日还有下人在宫里发现一位小孩子，长相与陛下和那位尊者十分相似。喂，你这个就离谱了吧？才几天啊，孩子都出来了。云尊者打算用这些去摧毁开灵王朝的帝都。放心，这是名为北风的至宝，一旦确定目标，祭出此物，瞬间就能山河涂炭，赤地千里。陛下这边准备好了的话，我可以随时启用法宝。云尊者，此行要摧毁一整座皇都，虽然百姓都在皇都之外的下城区，但是依旧要抹杀数万人的性命，你是否会有心理负担，或者因此滋生心魔？毁灭他们与他们何干？再说，能在皇城里住着的，早晚也是该挂上路灯杆的。既然对方已经开启了侵略的战端，那么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就不再受任何道德限制。反攻敌国，以牙还牙，是被侵略者挽回尊严的唯一方式。朕原本还担心此举会对云尊者的修行之路带来不好的因果，如今看来，云尊者的眼界和格局也非常人所能及。今夜子时，还请云尊者催动法宝。子时还是深夜，不知陛下有何用意？白天总是会有人四处奔波，不过到了晚上，应该都会回城睡觉吧。趁此时一网打尽，岂不是更好？好家伙，陛下，我之前提过的有关于修士精血的事情，还请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朕只能尽力而为，毕竟大部分的修士只是来我朝谋差事，并不是真的听朕这个皇帝的调遣。陛下，你今天很好看。有了好处，就知道巴结朕了。哪有，陛下，天色不早了，不过您想在我这边过夜也可以哦。我记得某人之前还说晚上要发动法宝，以牙还牙来着。抱歉，一时间忙忘了。陛下，您知道什么叫做分岛式弹头吗？吴尊者，不知您深夜来访有何指示？我家少爷让我给你带句话，你是养了些什么酒囊饭袋，才能让那100万雄兵在荣阳城下一朝尽丧？吴尊者，战场上没有留下一位活口，这其中必有蹊跷，还需要仔细探查。哼，什么样的蹊跷可以覆灭这种规模的军队，令足12位元婴折戟？本尊可是好奇的很。禀报陛下，一道流光从玄秦王朝升起，直冲王都而来，速度太快，金丹境界无法阻挡。一道流光而已，无需大惊小怪，派2名元婴供奉去即可。陛下，这道流光速度极快，此刻恐怕……吴尊者，真灵城至关重要，兹事体大，可否请您出手救急？荣阳城一战的事情，事后再详谈。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大威天龙！哎呦我操，这是什么法宝？老夫还从未见过。